大家好，我是安妮。上一周我做了一款无糖无油的硬面包，今天换个口味，做一款有糖有油的软面包。首先取出天然酵母100克，这瓶天然酵母是完全由高筋面粉起种和喂养的，一般我会用它来做吐司或者甜面包。加入室温的纯净水，大致搅匀。天然酵母的蓄养方式，我在前一期的视频中有说过，大家可以去我的主页找到相关的视频。加入高筋面粉、蜂蜜、盐和玉米油。将所有的材料混合成团，没有干粉，然后静置5到10分钟。这个过程也是其他的辅助材料溶解的过程。稍微静置一会儿，借助刮板将面团转移至案板上，然后用切拌的方式帮助所有的材料混匀，同时也在给面筋施加压力，帮助面筋更好的形成。大约1到2分钟，再一次放回盆里，密封室温静置30分钟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基本上不需要揉面。30分钟以后，面筋的状态已经很好了。现在帮助粗糙的面团整理光滑。再把它放回盆里，密封，发酵到2倍大。温度和时间需要根据面团的状态做调整。发酵好以后，手指沾一点面粉，戳下去，这个洞不回缩也不回弹，发酵的程度刚刚好。将面团取出，撒粉排气，让面团重新获得新鲜的空气，帮助它后续的发酵。同时也排出一些二氧化碳气体和发酵时产生的酒精。这一步排气的时候，尽量将气体排得干净，因为我们后面不再有整形和排气。相对于速发干酵母，用天然酵母发酵的速度会慢一点，所以最终判断面团是否发酵完成，还是要看它的状态。大致分为9等分，依次揉圆，露出光滑的一面。烤盘垫上油纸或者刷上一层玉米油，把9个面团全部放好以后，进行第2次发酵，让它的体积接近2倍大。判断发酵好的状态，仍然可以用手指沾一点点的面粉，轻轻地触碰面团表面，感觉到它有微微的回弹就可以了。表面轻轻地刷上一层蛋液，烤箱预热到185度，烘烤20到22分钟。出炉的时候摔一下，让热气散出，然后转移到烤架上放凉。之前一直在说天然酵母的优点，今天就来细数，看看它到底有哪些不足的地方。这是放凉以后的面包。如果你是自己做的话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表面有点微微的透明，面包还是很有弹性的。内部组织相对于硬质面包更加的细致，但是气孔还是不均匀。香气就更不用说了，仍然是多层次的。吃到嘴里的时候，特征是最明显的，不是一般的有嚼劲，但是酸味还是存在的。与此同时呢，我用同样的方法，不改变其他的辅料，用速发干酵母也做了一款面包。放凉以后来试吃一个，很有弹性，表面上色更深一些，吃到嘴里的感觉非常的柔软，但是没有嚼劲，也没有任何的酸味。
香气也有，只是没有天然酵母的丰富。相对于天然酵母，用速发酵母做的面包，内部组织会更加的细致。第二天，这是用天然酵母做的面包，还是很有弹性的。吃的时候，你会惊喜地发现没有了酸味，仍然非常的有嚼劲，不会觉得又干又硬，甚至比第一天更加好吃了。再来看看速发酵母版的，比起第一天的时候，香味变得不明显，甚至感觉不到任何的香气了。口感上也是因为迅速老化，变得粗糙，没有弹性。综合以上横向以及纵向的对比，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个数了。现在知道了它的优缺点，我们在制作面包的时候就可以扬长避短，甚至可以把天然酵母和速发酵母搭配使用，一定会让你事半功倍。当然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食谱配方。无论你选择哪一种方式，结果都是要满足自己的胃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